我们现在就用这根细的毛笔来点这个花蕊，调太白。这个白的颜色有很多种，还有一种矿物色，还有一种铬粉。那种铬粉的话需要调焦，画出来以后就是不会变色。这种白的话，可能许多年以后啊，它就会变色。一定要把毛笔调好，笔的颜色不多不少才行。太细的话，画上去把你的荷花就画废掉了。太浓的话拉不开毛笔，你看笔头它有一个成一个圆形。点花蕊也有讲法，你看我的点法就是1个、2个、3个，这算是一组，然后接着再点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就行。然后就是不要全是3个的话就不好看，然后可以把它破开，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，就是这个点法。蘸色的话，毛笔头有一点点的圆头，太尖的话，点出来不好看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再画一组，画一组。点花蕊也很关键，花蕊点好以后会好看很多。然后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，围绕这个莲蓬来点。这可能是拧错盖儿了，然后沾了一点黑色，变成灰色了。这个瓶口，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、1个、2个、3个、1个、2个、3个，就有一个穿插，全部是3个3个的，然后中间穿插1个2个。然后点它一圈儿，就是感觉哪里不好啊，或者还缺啊，然后就把它补上去。等一会儿我再细致的讲一下点这个花蕊。感觉这个地方不够密，然后我再把它加一点。现在这个莲蓬基本上快干的时候，或者干了以后，我们就用这支笔，笔尖蘸黑色，来点它那个莲子上的那个点儿，蘸黑色。来点这个点儿，这个点儿也就是刺，它这个刺一点呢，这个莲蓬的立体感就出来了。点这个点儿要稳住，不要随便一点，点的一个方块、三角形一样，一定要点的圆一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画它的蕊丝，它的花蕊下面长的那个花丝。画花丝的话，用黄色它不太明显，然后我就喜欢调一点重一点的颜色，像这是画麻雀的这个颜色，
来画它。这个可能太干，要调一点水。画这个蕊丝也一定要细稳，看，先从这个不重要的地方先试一下，看调的颜色好不好看。哎，感觉可以，然后再在这个比较显眼的地方画。带上这个颜色了。一定要拿稳，把这个线勾好。这个线勾好以后很漂亮，勾不好这个线的话也是不好看。像这个地方漏的很短，就成底儿了。这个时候它的花蕊丝就基本上就画完了。然后我用大的毛笔讲一下这个画这个花蕊。画花蕊的时候就是1个、2个、3个，这是缠3续5，这样斜着也行。你看，接着再画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这边再画1个，这边再画1个，再嘟2个小点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一看就是很自然了？不会像这种就是一直排列，对吧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。记住，要1个、2个、3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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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穿插，有多少就好看了。我们抬高一下来画这个荷花杆儿。这样吧，都能看到。还是调淡，把这个毛笔用清水打湿，调淡墨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一定不要加胶，画荷花杆的时候，加了胶以后就会很软。然后调好淡墨以后，笔尖调浓墨，看真浓。不浓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调一下。哇，这个太黑了。可以找一个纸试一下。荷花画的很好，你这个荷花杆画不好的话，也就废了。还可以啊。然后就蘸浓墨，画这个荷花杆。还是哟，这滴了一点墨呀。下笔的时候要对准这个脸盆的根部。有快有慢，以前我都喜欢画出去，这一次我没有画出去，我在这个顿了一下，然后就像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，然后可以蘸一点水，笔尖蘸一点水，然后像个倒影一样画一下。
这个时候趁湿用这个毛笔，笔尖蘸浓墨，剩的这个墨比刚倒的那些墨要好一点，好用一些。点这个刺也是叫交叉着点，就像一个下，这样点，这样点，让它自然交叉，不要点的一排一排的，排列的很整齐，它那个画画排列那么整齐就不好看。然后这个黑点很明显，我们用清水看能不能把它冲开。事实证明啊，可以把这个点冲开，就是会画画的同时啊，也得会旧画，你不小心碰个点啊什么的，也属于正常的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铅笔屑可以擦掉了，它干了，干了以后就可以擦掉铅笔屑。画熟练的话，就不用这个铅笔屑做参考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加半个莲蓬，加半个椭圆，这个样子。这个脸盆的画法和之前的也一样，然后调高一点吧，看得到。还是调淡墨，笔尖调浓墨，擦出这个脸盆的顶端。因为这半个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把荷花弄掉。侧锋，擦出脸盆。然后勾出莲子，还有那个细笔，很细的那个细毛笔，蘸焦墨，最黑的墨。来勾出这个
莲子。我们这个莲蓬画的比较重，为什么比较重呢？因为它这都是淡墨，必须要画一个重的，把这个淡的压下去。让荷花也浅，画一个重的和荷花产生对比。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画鸟的这个小笔，蘸最浓的墨，最黑的墨，就是焦墨，来画出它这个莲子的这个坑。画画跟做事一样，能一笔画好的就不用两笔，一笔画不好再接着画。看一下，写意画我们就学个方法，自己画的时候根据它的变化再去整理它这个东西。把这个线画出来，然后感觉这个莲子啊，它不太明显，因为它有胶，我们可以用水给它冲一冲。你看，水冲它就白了，就出来了。调浓墨，把这个莲蓬的边缘再画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画莲蓬的梗儿了。也可以用干墨，因为它都是湿的，对吧？用干的和湿的形成一个对比，它这个杆儿可以画短一点，画到这里吧，或者是画到这里，这里都可以。中锋行笔压住纸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荷叶啊，或者一个草丛啊，或者是一个石头啊，正好把这个莲蓬挡住了。莲蓬在这一块墨的那一边，这个荷叶的杆在荷叶的这一边，然后用还是胶墨蘸胶墨，点出莲蓬的杆上的刺。不管它有没有刺，我们都要给它点上，这就是点线面。有点的话，就感觉会好看。然后用这个细的毛笔蘸很干的胶墨，画出这个花蕊的蕊丝。
然后点这个蕊丝的时候，也是要下笔轻，行笔重，挥一下，这样，它是一个干的蕊丝，也不要随便乱点。等这个莲蓬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处理它的莲子，把它画得更清晰一些。我们把它抬起来，然后用这个中号的毛笔来画它的竹叶，画几个竹叶吧，要不的话感觉缺少东西，对吧？没有草，画草吧，草没有竹子好看，然后我们就画几个竹叶吧。调的时候毛笔的水分不要太多，然后它的式是个竖式，这不是还斜了一点。一个上的是它是需要横的东西把它打断，如果全是竖的话，给人感觉就是太直，需要把它打断一下，就像写毛笔字欲左先右一样。中国人讲究含蓄，不要太直接。还有这个荷花杆讲一下，你看这比较湿，这比较干。这行笔慢，到这个的话比较快，快的话就有干笔出来。先把这个竹叶的话，先把这个枝条画出来，就是一个左一个叉，右一个叉，左一个叉，右一个叉，然后调水。也是什么时候也不要把毛笔的颜料调的满满的，都是要笔尖调浓的，笔肚都是淡的。有一课我们专门画竹子的课，就会讲这个竹子怎么画。这一节我们就先不细讲这个竹子。一定要控制好毛笔的水分。画一点小的叶子，再画两个重的叶子，要大胆的去画。像这个地方有点太谨慎了，再弄两杯大胆的毛笔，大笔吧。行，就先这样。画的太多的话也不好看。用两个重的叶子，胶墨。现在这个画基本上已经干了，然后我放近一点，把这个莲蓬画一下。这个莲蓬吧，不画也没事儿，就这样。然后不用画那么清晰的话也没事儿，画清晰也可以。我们现在蘸胶墨，最浓的墨，把毛笔的水分调好，然后
把这个莲子画出来。就是下笔的时候很重，然后有一个起形侧锋，越来越细，然后再压下去，然后有一个这个起形，然后收，有这么一个起形收的一个过程。起形收。收，这样的话，这个莲子看到它更立体一点。然后用笔尖画出莲子的顶端这个刺，用墨一定要活，用笔也是不要太死板。现在是完全关掉的情况。现在我们这个背景就画完了，我去扫描一下，然后接着花鸟。